萧云耗费9牛2虎之力挤进圣地广场，随即闭目查看自身系统。不容易啊，来到这个世界16年了，我终于完成了系统发布的第1个任务了。最新任务：加入混沌圣地，奖励3次顿悟。加入混沌圣地吗？也好，既然来到了混沌圣地，那当然要加入混沌圣地。混沌圣地虽没落，依旧是天地顶尖势力，在此修炼，更有机会成为绝世强者。我是接引长老，负责接待你们参加考核。好了，废话就不多说了。我们混沌圣地没有那么多规规矩矩，收徒考核也只有一关，那就是敲响混沌钟。你们排好队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将手掌放在混沌钟上面。只要能够令得混沌钟响，便可成为我们混沌圣地的弟子。混沌圣地开宗立派，万法归宗，号令天下。不要惊慌失措，地兵有灵，一旦无法敲响混沌钟，那就会被混沌钟送往你们的家中，算是免了你们返程的时间。没想到混沌钟还有这功能，就算无法通过考核，也能得到一张免费传送回去的飞机票。不过我一定要加入混沌圣地，就算无法通过考核，不知道这混沌钟要如何才能够敲响。一声钟响，勉强有资格加入我们混沌圣地，但也只能做一个外门弟子。外门执事何在？将其带往外门。是，长老。请问隐隐长老，一个人最多可以敲响几声？这钟声响起的数量，又跟加入混沌圣地后的待遇有什么关系？混沌钟有9响，响1声可为外门弟子，响2声可为内门弟子，响3声可为长老弟子，响5声为太上长老弟子，响6声有混沌圣地圣子。至于响7声、8声、9声，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。一旦出现，那将立刻成为我们混沌圣地的神子。即便测试了几10万人，也仅仅只有几百个加入了混沌圣地，这几率太低了吧？一届不如一届，难道我混沌圣地真的要就此没落吗？终于轮到我了。不知道我能敲响这混沌钟？原来是要参谋这些金色文字。只要入门，就能敲响混沌钟。参谋越多，钟声响声便越多。系统，使用1次血雾。原来这篇经文叫做混沌引，一旦练成，便可借用混沌钟的力量。实力越强，借用的力量便越强。若是能够达到圣人境界，那就能够炼化这个混沌钟了。他没有惊人的体质，恐怕只能响1声。怎么回事？他并无特殊体质，灵气也不足，怎么可能响3声？4声了，可以成为长老弟子了。这是超级天才，可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不防之处。难道我的慧眼蒙尘了？依旧平凡普通，不像超级天才。
这是赐福，混沌钟居然给他赐福了！这怎么可能？6声钟响，可以成为圣子了，运气好能当圣主，看走眼了，真是看走眼了！一个平凡少年竟能响6声。洗精一锁，回归母胎，这居然是洗精一锁！混沌钟响了7声了。这小子我收定，谁都不能跟老子抢！不灭老祖，想要抢我雷祖的徒弟，还差得远呢。这下那些老怪物都要出来抢徒弟了。这是我的徒儿，谁敢抢？老夫将他镇压在茅坑下10000年！圣子，请前行。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当你背影转成红，这东西就跟机场传送带一样。无感的起伏。神子，接下来我们先前往混沌大殿，那里已经有诸多老祖和古花石等在那里了。老祖和古化石很强吗？比那些太上长老如何？太上长老只是超凡境界，连我都不如。而那些老祖最差的都是圣人，至于那些古花石们就更加恐怖了。他们是上个时代的强者，早已经踏入了大圣境界，甚至有的都成了种地。圣主说笑了，我们这些老不死，也只是一群地路上的失败者而已。没想到这里面的强者都是圣人啊！虽然对方自嘲为地路的失败者，但是能够跟大地争锋的人，实力不可想象。是我一定分时候，旅程成掠过，我记得那感受。那么伤，那么远，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浓，如何？奇怪，神子看起来似乎很普通，没有什么特殊体质，肉身平凡，灵魂比普通人稍强一些，似乎连一些外门弟子都不如。
混沌中不会检测错误，应该是我等实力不足以看透神子。毕竟能够令混沌钟响9声的人物，在我们混沌圣地的历史上，也只有那位混沌体才能做得到。我的雷神诀一旦修炼到大成境界，便可召唤天劫轰击敌人，威力无穷。神子可愿拜我为师？我是不灭老祖，我的不死魔功一旦大成，就能肉身不死不灭。我是刀祖，修炼我的霸刀，可横扫无敌。我是拳祖，修炼我的神龙拳，可化为神龙，遨游太虚。这些家伙听起来都很厉害，你选择神力时，这些人都很强大。实在看不出谁更强了。诸位老祖古话时，祭天太上长老在外请见。帝天，他还没死吧？他一个小小的超凡，来这里做什么？难道还想要收神子为徒？先让他进来吧。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神子，老朽虽然修为不行，但老朽修炼的混沌经，乃是我们混沌圣地的至高宝典。一旦将其修炼至圆满境界，便可铸就诸天万界第一圣体混沌体。届时正道地位便指日可待。混沌体，他就算再无知，也知道这种体质实是无敌。一旦练成，那绝对是可以正道大帝的。更何况，我知道自己的资质很平凡。一瞬间，我便决定拜帝天为师。他修为地位虽不如诸位老祖，但有混沌体，何愁实力不行？更何况我是神子，地位与圣主相当。可笑！帝天，你难道不知道混沌经的修炼难度吗？自古以来，除了混沌大帝，可有其他人将其修炼到圆满境界？不能圆满，便无法铸就混沌体。你这是在浪费神子的天赋和时间。原来这门功法很难修炼啊！不过没关系，我有顿悟帮助。顿悟系统功能：赐予副主顿悟3次，加入混沌圣地已完成。启禀雷祖，正因为神子天资不凡，万心如其大然，所以我才认为神子更适合修炼混沌经。或许混沌钟响9声，便是在提醒我们，神子正是修炼混沌经的主人，混沌体正道的大帝，诸天万界前10。这样的诱惑实在太大了，但混沌经的修炼难度也非常大。
诸位老祖，诸位古化石，弟子愿意拜地天太上长老为师。神子，你现在还只是凡人，恐怕还不了解混沌经的修炼难度。我们混沌圣地历史上天才不计其数，也有混沌中享7升、8升乃至9升的神子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无法修炼到圆满境界。弟子愿意试一试。很好，神子，你或许还不知道帝天的来历。他天赋很强，曾经令混沌中享了6升，是我们混沌圣地上一代的最强圣子。但可惜，就是因为他修炼了混沌经，导致无法修炼其他功法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，至今都卡在超凡境界，连踏入天境的机会都很渺茫。而跟他同时代的圣子们，却早已经成圣了。没想到他来历这么大，是上一代最强圣子。神子，我不能练成混沌经，但不代表神子你也无法练成。而且我虽然修为不行，但是在同境界我却能够无敌。神子如果修炼了混沌经，也一样可以在同境界无敌。笑话，同境界无敌又有什么用？别人都成圣了，你却被卡在超凡境界。须知，圣人之下，皆为蝼蚁。修为如果不能提升，那么同境界无敌也就是一个笑话。我也赞同这点。诸位老祖，诸位古化石，小云，弟子还是想要试一试。圣主，我已经决定要拜地天太上长老为师，还请圣主成全。神子天赋超凡，获得了混沌中的认可，或许可以让他试一试。太冒险了，我们混沌圣地已经很久没有诞生神子了，而且还是令混沌中享9升的神子，这是有很大率力可能证到大地的天才，不能就这么浪费了。说得不错，一旦错过了这位神子，我们混沌圣地再想要崛起，不知道又要等到猴年马月。但是万一神子能够铸就混沌体呢？那我们岂不是混沌圣地的罪人？本座还是觉得太冒险了。混沌经的修炼难度众所皆知，我们不能冒这个险。混沌体呀，一旦铸就混沌体，便可举世无敌。不过，老子有系统啊！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。圣主，我已经决定要拜地天太上长老为师。我绝对不允神子修炼一片精芒，因为一旦我们神子无法成圣，那我们整个混沌圣地都要被人笑话。堂堂神子之尊，若是无法成圣，那的确会被人笑话。萧圣主，最新任务：放弃神子身份，奖励10次顿悟机会。妈的，老子才刚刚成为神子，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，就要老子放弃神子身份，这不是坑爹吗？不过
这次任务的奖励也太丰厚了。诸位老祖，诸位古化石，弟子还是坚持修炼混沌经，为此，弟子愿意放弃神子身份，成为混沌圣地一个普通弟子。如此一来，就算弟子无法铸就混沌体，也不会让混沌圣地蒙羞。神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知道神子身份代表着什么吗？代表着我们混沌圣地的最强传承，会得到我们混沌圣地的重点栽培。你居然要放弃！神子，你最好考虑清楚，有了神子身份，你会拥有最多的修炼资源。但是如果放弃了神子身份，那你就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长老弟子，待遇比神子差太多了。神子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不能冲动。那可是神子啊，多少弟子渴望的地位。只有傻子才会放弃这个身份。神子，我只想神子修炼混沌经，但放弃神子身份代价太大。我也不想放弃神子身份，但是为了那10次顿悟的机会，我只能选择放弃。诸位老祖，诸位古化石，弟子愿意放弃神子身份。如果弟子能够练成混沌经，铸就混沌体，那么要不了多久，弟子依旧能够成为神子。相反，如果弟子无法铸就混沌体，那么弟子也就没资格成为神子。既然神子有如此豪气和毅力，吾等又岂能不成全？就依神子之言吧。既如此，便依圣主所言。萧云，既然这是你的选择，那我们就尊重你的选择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是地天太上长老的徒弟，地位与那些太上长老弟子相当。多谢圣主。弟子萧云，拜见师尊。没想到你居然放弃了神子身份，说来是老夫害了你。是弟子坚持修炼混沌经，和师尊无关。既然如此，那么为师向你保证，在为师仅剩下的100年寿元之内，一定会倾力栽培你，绝对不会有丝毫保留。帝天等你到这寿元将近。师尊，您怎么只有100年寿元了？徒儿有所不知，我们超凡境界便只有1000年的寿元。为师今年已经900岁了，所以也就只剩下100年的寿命了。那师尊要如何才能增加寿元？每一步进阶都非常困难，
只说，所以恐怕很难突破到天境。师尊，我对于修炼一无所知，请问修炼者都有哪些境界？既然作为你的师尊，那这些我当然要告诉你。不过，我们先离开此地，前往为师的洞府。我们修炼者一共有14个境界，由低到高，分别是炼体、聚气、神桥、洞天、寂灵、觉醒、出窍、涅槃、超凡、天境、圣人、大圣、准地、大地。徒儿，这里便是地峰，也就是为师的修炼洞府。今后你便在此修炼。这里以前是为师居住的地方，现在为师将其赐给你。弟子岂敢冒犯？小影啊，为师早已经不住在这里面了。现在为师在河畔参悟大道，这里已经空旷许久，正适合你居住。拜见主人，拜见少主。这是我的追随者，你可以叫他福伯。就先由他带你熟悉一下地风，那就等晚上心力浓郁的时候吧。为师再传你混沌经，助你踏入修炼之道。是，师尊。福伯，少主，千万不要折煞老仆了。烦请福伯带我熟悉一下这座地峰。少主不必客气，这是老仆分内之事。福伯，为什么这里建造了这么多的宫殿，但却没人居住呢？昔日老主人号称混沌圣地的最强圣子，追随他的人不计其数。但是这么多年以来，那些追随者们不是老死了，就是离开了主人，只剩下老仆一个人了。少主现如今还没有辟谷，这些先禽灵兽和灵米，以后便是少主的饭食。徒儿，这是为师给你准备的筑基液，里面含有为师多年以来积累的天才地宝，甚至连蛟龙之血都有。少主，修炼的第一个境界便是炼体，对于我们修炼者来说，肉身是非常重要的。徒儿，正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所以我们修炼者的根基非常重要。只有把根基打得越厚实，你以后的成就才会不可限量。徒儿，我现在就传你混沌经，不过你得先发誓，在没有获得圣主的允许下，绝对不可将混沌经外传。徒儿，谨守心神，认真敢为混沌经。使用一词，顿悟。宇宙有志，难以耳目切。万物非万物，与我同意。不用担心，以萧云的资质，最多3天应该就能参悟第1层混沌经。主人，当年你耗费了7天时间，便领悟了第1层混沌经，这已经是最快的记录了。放心吧，
萧云能够令得混沌钟响9声，那么绝对可以在3天之内领悟混沌经第1层。怎么可能？灵气贯体，少主这是领悟第1层混沌经了！天啊，这才过去多久？不过1刻钟而已。天纵之资也不过如此。怎么回事？少主居然还在继续参悟，难道他还想要趁机领悟第2层吗？我当年耗费了1年时间，才领悟了第2层混沌经。这是地涌金莲，还有星力炼体。我的天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当年我可是耗费了30年，才领悟了混沌经的第9层，这便已经打破了前人的记录了。主人，你这次真是阿对宝了，或许我们有生之年真的能够看到一次无敌的混沌体诞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此子不成混沌体，简直天理难容。我们混沌圣地终于有望崛起了。肉身金光，这是达到了炼体极境的标志。这么说，少主他已经铸就无上根基，根本不需要再使用筑基液了。1日9层，这是何等的盖世天资！光是天地灵气贯体、星辰之力炼体，就已经把他的肉身推向极境。这么说，我这1夜都白忙活了。这后天的筑基液，又岂能比得上天地之力铸就的无上根基？这里面的天材地宝，都是主人你耗费100年准备的，无价之宝就这么浪费吗？你的收元也不多了，不如也收个徒弟，刚好与萧云为伴。也好，正好这次混沌圣地开山收徒，招收了一批新弟子，那我就去挑一个吧。徒儿，你只用1天，便将混沌经修至9层，天地之力达炼体极境，用不着筑基业。阿福惜才，去新弟子中选徒继承所学。我现在有这么大的力量吗？徒儿，你已炼体极境，接下来领悟混沌经第10层，主动吸纳灵气，迈入聚气境。师尊放心，用不着3天，我就能领悟混沌经第10层。徒儿，你理解错了，为师希望你压制修为，别急着参悟第10层。师尊，这是为何？修炼者不是应当勇猛精进吗？那是对天资差的天才修炼太快，要压制修为，让每境达理论极限，夯实根基。师尊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就暂时不突破了。徒儿，暂压修为可修战技，挖肉身潜力，超越极境入传说禁忌领域。超越极境，禁忌领域？师尊，炼体极境不是极限，还能超越？禁忌领域是什么？10万斤是理论极境，超级天才极限，特殊体质妖孽可超越，达11万、12万乃至更高，这就是禁忌领域。师尊，修炼界历史上炼体极限到底能有多少斤力量？圣地祖师混沌大帝炼体达100万斤，入9禁神之领域，只有神能踏足。师尊，既然族主混沌体能做到，我也能。接下来该怎么提升力量？想继续提升肉身力量，光靠功法不行，以至极境，唯有修战技，才能挖潜力，把力量转成战力。那你快传授我这战技吧。战技不能随便修炼，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天赋以及体质定制。在我们混沌圣地有一个星辰阁，里面拥有我们混沌圣地的所有战技，你只需进入其中，星辰阁就会主动为你创造战技。这么神奇？那师尊，你快带我去吧。徒儿，你未免也太着急了，区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你才刚刚踏入修炼之道1天，不必如此着急。而且，你福伯马上就要回来了，到时候他的徒弟也要去挑选战技，你们可以一起去。也好。少主，恭喜少主铸就无上根基。
福伯不必多礼。对了，这就是福伯你的徒弟吗？小雅，还不快见过你师兄？林小雅见过师兄。师兄，听说你放弃了神子身份，这是真的吗？住嘴！不要胡言乱语。福伯不必如此，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神子身份，又岂会恼怒别人谈论？更何况，总有一天，我会亲自夺回神子之位。说得不错，以少主的盖世天资，迟早会重新登临神子之位的。天赋不错，昨天应该令混沌钟响了3声，对吧？如此天赋，再加上我准备多年的筑基业，将来踏足炼体极境应该不成问题。算这丫头运气好。这是主人为少主准备多年的筑基业，融合了诸多天材地宝，比以往那些圣子所用的筑基业丝毫不差。可惜少主已经踏入了炼体极境，用不着这些筑基业，所以就便宜你了。这也算是你的大机缘。师兄踏入炼体极境了，他不是昨天才跟我一起加入混沌圣地吗？这才1个晚上，他怎么会修炼得这么快？你师兄天资盖世，昨日修炼混沌经，一日连破9层，直接让天地力帮助他铸教了无上根基，踏入炼体极境。这可比用筑基业踏入炼体极境强多了。一日连破9层，夫妇谬赞了。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马上进入鼎中，运转我传授给你的功法。少主还等着跟你一起去星辰阁挑选战绩，别让他久等了。是。好烫啊！师尊，我快要被煮熟了！你说我为徒不会是想要吃了我吧？这点疼痛就忍受不了，还修炼什么大道？少废话，赶紧运转功法，努力吸收这些药液。这些药液可都是无价之宝。好强大的力量啊！我现在最起码达到了炼体大成，应该有5万斤的力量。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你师兄不用这些筑基液，现在都拥有了10万斤的力量，你还差得远呢。师兄是变态，我不能跟他比。好了，阿福，你送他们去星辰阁挑选战绩吧。哇，这里真是太漂亮了！等我能够飞行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好好的逛一下我们混沌圣地。等你踏入修炼的第3个境界神桥境界，便可以凝聚神念，御剑飞行了。平常星辰阁很少有人来，这次是因为昨天招收了不少新弟子，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前来星辰阁挑选战绩。先排队吧，我也不急。师兄，我们快过去看看吧，那里好像有人在测试自己的战力。这5万斤力量，炼体大成境界。此子是昨日才进门的新弟子，居然1天时间便达到了炼体大成境界。这等天资，将来有望成为准圣子。不就5万斤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小姑娘，不要大言不惭。只有一些天才才能够在筑基之后就拥有如此力量。就是小姑娘什么都不懂，不要乱说话。哪里来的小丫头，一点见识都没有。我认得你，叫做林小雅。昨天敲响了3声混沌钟，而我却敲响了4声。你的天赋不如我，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，真是不知所谓，狂妄至极。不就5万斤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本姑娘测试给你看看。请。你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着！是荧光？怎么可能？只有打出5万斤以上，才会出现荧光。师尊，徒儿没给你丢脸吧？我被修士岂能有炫耀之心？如此的不稳重，回去之后给我写1万个稳字。是神子，他放弃了神子身份了，不会是为了才逐出了神子？这还真说不定。堂堂神子，岂能说放弃就放弃？我看他可能是在昨天考验的时候作了弊，这才敲响9混沌钟，后来被圣主给他出位了。他也来了，应该已经筑基了，不知道有多少力量。你们都给我住嘴！我师兄是自己放弃神子身份的，他没有作弊。小姑娘，你知道神子的待遇有多么好吗？但凡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放弃神子身份。
你说你师兄是白痴吗？我师兄当然不是白痴。既然如此，那他为何要放弃神子身份？依我看，他肯定是靠作弊才敲响了混沌钟，所以才被圣主逐神子之位的。卢平，少明少主是自己主动放弃神子之位，你如此污蔑少主，难道是在质疑圣主的玉璧吗？好大的帽子，我可戴不起。不过我也懒得理会一个作弊的人。不像我家少主敲响了5遍混沌钟，筑基后便踏入了炼体圆满境界，如今已有圣子之势。主管家谬赞了，师尊说萧师兄天资不凡，若非修炼了混沌经，必然可以一日踏入极境。我还差得远。师兄，快去让这些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瞧瞧！系统提示：丁，任务更新，最新任务，让周围的人惊呼，造成轰动，奖励顿悟3次。不，此任务可无限制叠加。终于来任务了。我的顿悟次数已经不多，这个任务10级绝佳，还能无限叠加，这次正好借机收获顿悟次数。混沌经是修炼界公认的最难修炼的功法，仅仅1天时间，他连第1层都没有领悟，怕是连1万斤的力量都没有。主管家此言差矣，别人或许不能在1天之内领悟混沌经，但是萧师兄可是令混沌钟响9声的绝世天才，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办得到。哎呀，手好疼啊！师兄最厉害了，我就知道师兄狗眼看人低，还敢污蔑我师兄作弊，现在见识到我师兄的厉害了吧？我们走。师兄，你快看他们落荒而逃的样子！师兄，轮到我们了，赶紧进入星辰阁里面挑选战绩吧。尔等都闭上眼睛，紧守心神，等待星辰阁为你们挑选战绩。帝天，想必以萧云的天赋，此番应该会被星辰阁赐予超级战绩吧？应当如此，毕竟能够令得混沌钟响了9声，星辰阁应该会把它列为最高级别。哼，天一，你不是在闭关冲击天境吗？怎么出关了？是不是失败了？帝天，你虽然战力惊人，可惜终究无法踏足天境，100年之后还不是黄土一波。你的弟子萧云也一样，天资再如何盖世，到头来也只是一颗流星而已。相反，我的弟子楚清霄将会跟我一样踏足天境，将来窥一圣人境界也未尝不可。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，美得像一场梦。星辰阁是不是出错了？看来此子是靠着作弊蒙蔽了混沌钟。天一，你以为混沌钟是什么？那可是大地神兵，就算是圣人也别想蒙蔽混沌钟。谁知道的？星辰阁也认为他天赋平凡。我徒儿萧云天资自盖世，我也参悟混沌经1日9层。说不定是你耗费功力助他1日9层。我帝天可以向大道发誓，所言绝对没有说谎。你只有100年寿元，说谎也没什么后果。混账！ 3流战绩，
看来他的天赋是最差的。师兄，你获得了什么战绩？肯定是超级战绩吧？怎么可能？师兄，你竟然只是获得了3流战绩。星辰阁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星辰阁怎么只有超级战绩，没有究极战绩吗？徒儿，究极战绩是自己创出来的，正适合自己。师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快选战绩吧，不要贪多驳杂，选一种就行了。徒儿就是要让星辰阁看看我的天赋到底行不行。此子脑子估计是进水了，6门超级战绩呀！2次轰动场面让萧云成功完成系统任务，斩获顿悟次数奖励。这顿悟次数太容易获得，我要继续让众人惊呼。系统，我要使用1次顿悟，当众将9转8拳修炼至圆满，再度让众人震惊。原来如此。是金光炼体，这是9转8拳第1转炼成的标志，这就第1转了，也太恐怖了。如此萧凌，我现在有点相信帝天刚才的话了。这是禁忌玉骨，他果然已经踏入了禁忌领域。师兄，你好像变帅了。不知道我现在变强了多少，出去测试一下看看。萧云练成了9转8拳圆满，要去测试力量啊！20万，果然踏入了禁忌领域。哈哈，徒儿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你看，没想到他老人家也来了。年轻人是谁啊？长老亲自来。师尊，为何我的力量增强了，但是饭量也增大了？力量增强了，代表你的肉身也更强了，所以需要吸收更多的营养。这不是成饭桶了吗？师尊，我们修炼者达到什么境界才能辟谷？想要辟谷，就得达到修炼者的第4个境界——洞天境。师尊，我之前在星辰阁修炼明超了10万斤力量，那是不是我只要再修炼成8门超级战绩力量，达到100万斤80量的极限？徒儿，光靠修炼超级战绩，也只能让肉身蜕变3次。师尊，那我要如何才能继续提升力量呢？修炼3门超级战绩，并推演到荆棘境界，能给你再提升60万斤的力量。师尊，
即便如此，也只有70万斤力量，还有30万斤，要如何才能提升？这已是凡俗体质的极限。混沌大帝另外30万斤力量是他的混沌体带来的。那我岂不是根本没办法在炼体境界达到100万斤力量？倘若能达到70万斤便已足够，就算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，能达到此境的也屈指可数。师尊，就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让我继续提升力量了吗？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其实，只要弥补了先天根基，那就可以让凡体追上特殊体质。如何才能弥补先天根基？得服用非常稀少的天才地宝。说到底，是为师实力不行。若我有圣人实力，便可去显地为你夺取了。师尊千万别这么说，您传授徒儿修炼之道，已是恩重如山了。主人，真龙巢不是1年后开启吗？也许可以让少主进去试试看。对呀，徒儿，你若在1年内拥有70万斤力量，在真龙巢完全能凭借自己获得天才地宝。师尊，这真龙巢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一处100年开启一次的秘境，唯有炼体境界能进，里面的天才地宝才未被掠尽。师尊，我决定了，1年后就去真龙巢。真龙巢内非常危险，最起码得拥有50万斤的力量才保险，否则为师不会放你进去。师尊请放心，在进入之前，我必然会达到70万斤力量的程度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为师就不阻拦你了，你且好好修炼。师尊，那我可不可以也去真龙巢啊？不行。就你那点实力，进入真龙巢后没几天就会被人给抹除了，各大门派之间也会互相倾轧。不错，里面极境禁忌领域的天才随处可见，普通的进去只是去送命而已。不是有师兄在吗？师兄肯定会保护小雅的，对吧？闭嘴！少主进去是为了超越极限，你跟在身边就是拖累，反而会让少主有危险。福哥，其实让小雅进去也可以。面对炼体境界的修炼者，我还是有把握保护她的。人家才不是拖油瓶。福伯难道不信我？即使最强特殊体质极境，也只有60万斤，我这70万战力绝对可以自保。这样吧，如果在进入真龙巢前，萧云真的能拥有70万斤力量，那就让小雅跟着进去吧。耶！多谢太长老成全。别高兴太早，为了不让你拖累少主，接下来1年为师会不断魔鬼般磨砺你。师兄救命！绝不能被这样抽打淬炼肉身。少主在修炼第2门超级战技太极神掌，他已经将这门战技修炼到了圆满成界。小雅，这就是凡人跟天才的区别，想要跟上少主的脚步，就得继续吃苦了。救命啊！师尊，你快停手！师兄，我已经炼化了那些药力，现在应该达到了炼体极境，我们快去星辰阁测试一下吧。少主不愧是天纵之姿，短短1个月便踏入了炼体极境，未来成为圣子指日可待。不过是踏入炼体极境而已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师兄1个月前就已经踏入了一境领域了。萧云再厉害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阿福，还是赶紧带你徒弟回去吧，别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哼，你不就是炼体极境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也达到了炼体极境，怎么样？师兄，该你表现了。我们走。启禀圣主，据混沌圣地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混沌圣地的混沌钟响了9声。先派人去试探1、2，就说我们太初圣地想要切磋交流一番，先试探一下那位能够令得混沌钟响9声的人。徒儿，你的九转霸拳是偏向攻击的战技，而太极神掌则偏向防御。这2个战技一配合，你就只差一个提升速度的战术。徒儿明白了，那我就再修炼神风步和万刀归海这2门超级战技吧。不错，这2门超级战技很适合你。对了，为师这里还有一把刀，刚好送给你修炼万刀归海。只要你力量强大，就能发挥出这把黑刀的真正威力。师尊，怎么会这么重？徒儿，这把黑刀乃是为师用1000年玄铁打造而成，不仅坚固无比，而且重达36万斤。你现在还无法使用这把黑刀，等你拥有70万斤的力量之后，就应该可以勉强使用这把黑刀了。
现在要去哪里获取顿悟次数呢？26次顿悟，足够我暂时使用了。太初圣地万阳辉奉圣主谕旨，前来拜会混沌圣地。原来是万道友，多年未见，风采依旧。原来是天一道友，观道友威势，怕是已经成就半步天境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排名第2的太上长老，在我们太初圣地连前10年都排不进去，混沌圣地果然是没落了。住嘴！天一道友，小徒年纪还小，不懂事，还请道友勿怪。童言无忌，万道友请，我这就带你去见圣主。万阳辉见过混沌圣地圣主，愿圣主早日登临圣位。万道友不必多礼，不知道友此番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万某奉我家圣主谕旨，前来邀请混沌圣地参与明年的真龙朝之约。此外，万某这次还带来了我们太初圣地的2位小辈，前来与混沌圣地的高徒敲磋交流，让他们见见世面。派人让萧云、楚京霄、林小雅3人前来。师尊，这太初圣地怎么莫名其妙的派人过来与我们切磋交流？表面上是邀请我们去赴约真龙槽，暗地里其实就是嘲笑我们派不出弟子去真龙槽。我们6大圣地关系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和气，暗地里竞争不断，尤其是这太初圣地和我们混沌圣地竞争最为厉害。以后你如果在外面遇到了太初圣地的人，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谨慎。好了，不要让圣主久候。阿福，你现在就送他们过去。真龙朝还没有开启，太原圣地便来试探了。但这一次，我们混沌圣地绝不会再让你们得逞了。且看我徒儿如何灭你们太初圣地诸多天才。万道友，这3人分别叫做萧云、楚京霄和林小雅，是我们混沌圣地炼体境界中的佼佼者。不愧是混沌圣地的高徒，果然都是不凡之才。玉龙、妙童，还不快见过这3位混沌圣地的高徒？在下解玉龙，太初圣地炼体境界排名第9。我叫符妙童，在太初圣地的炼体境界当中，我只是排名第10。我虽然在太初圣地炼体境界之中排名第10，但是放在你们混沌圣地，却足以排名第1。仅仅排名第10，还那么骄傲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排名第1呢。大言不惭，让我来试试你的斤两，看看你的手底下功夫是否也有你的嘴巴这么厉害。千重影，一剑隔世。我输了，但你肯定不是我师兄的对手。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恨，那么浓。他们哪个是你的师兄？让他过来，我一样会击败他。你刚才太急躁了，否则也不会败得这么快。师兄，你快替我教训他！我也不欺负你，能够让我退一步，便算你赢了。
级神掌。傅师妹，他已经把超级战地太极神拳修炼到了圆满境界，踏足了境界领域，而你的一剑格式还是大成境界，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今天就是要越级击败他！一剑格式。到你们混沌圣地的人都只会防御吗？九转霸拳！傅师妹，只是切磋而已，阁下出手未免太狠辣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太初圣地不是输不起人的，尔等一定要知道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切记不可再骄傲自大。是。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那么痛，那么爱，那么萧师兄实力惊人，在下解玉龙，还请指教一二。刚才打了一场，我累了，先休息一下。你们太初圣地总不能用车轮战这种卑鄙之策吧？为什么找我？是萧云打伤你师妹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该死的萧云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在下就先领教楚师兄的高招。师兄，你太阴险了，竟然故意害楚金霄。傻子都知道解玉龙现在憋着一肚子气，肯定会朝楚金霄发泄出来。楚金霄这次恐怕要倒霉了。知道你师兄我的聪明了吗？我也只是借助楚惊鸿试探一下这个解玉龙的实力，所以啊，你以后别见人就一股脑的冲上去，要懂得利用智慧。是，师兄果然聪明，小雅多谢弟弟。这样也好，一个有智慧有城府的神子，才更值得培养。你先出手吧，否则我若是出手，你便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了。狂妄！竟然是闪电体，原来是拥有特殊体质的妖孽，难怪这么强。此子拥有闪电体，还将一门超级战技给修炼到了圆满境界，实力怕是已经踏入了2级领域。废物！废物！传言闪电体天生就能操控闪电，攻击力很强，再配合你们太初圣地独有闪电拳，威力的确不同凡响。闪电体仅仅是王体而已，在我们太初圣地并不算什么天才。我们这一代出了好几个神体，还有一个至尊体，相比之下，闪电体就差多了。哦，至尊体，不知道你们太初圣地这一代出现了哪位至尊体？是至尊榜排名第4的虚空之体。啊！据我所知，特殊体质分为3阶，第3阶是王体，也就是闪电体、玄冰体、少阳体等等这种低级的特殊体质，而第2阶是神体，有赫赫有名的太阴神体、太阳神体，还
还有狂神体、五行神体、天魔体等等。而第一阶，也就是最强的特殊体质，被称为10大最强至尊体。这10个至尊体依次排名，分别是混沌体、吞天魔体、先天圣体、道胎、时空之体、玄黄不灭体、万佛之体、荒古圣体、苍天霸体、神王体、仙王体。当然，这个排名并不是一定正确的，因为至尊体之间的差距都非常小。特殊体质终究只是体质，一个人的实力并不是只依靠特殊体质，还有后天的努力以及诸多机遇。所以，这10个至尊体，任何一个都可以被称为最强之。萧云为何甘愿放弃混沌圣地神子之位？不就是想要铸就混沌体吗？这可是排名第1的至尊。原来解师弟拥有闪电体，消磨我一介凡体，恐怕不是你的对手，还请手下留情。萧师兄谦虚了，凡体击败特殊体质的，在修炼界也不在少数。我们特殊体质也只是在先天上面领先一些，一个人的真正成就，还要看看他以后的努力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萧师兄，不知道你是否休息好了？好了，解师弟，请出手吧。早点结束战斗，我还要回去吃饭呢。好。太极神掌！这才对嘛！像你这种级别的天才，就该硬碰硬，在战斗之中升华。九转霸拳！好强大的肉身！这2个人都已经踏入了2进领域，拥有30万斤力量。不愧是闪电体啊！不仅拥有强大的力量，还拥有极速。若非萧云练成了超级战技神风步，还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九转霸拳！什么？你以为我只是2进领域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早已经踏入了3进领域。受死吧！受死吧！你的力量的确比我强大，但是你的速度不如我快。战斗可不仅仅是力量。太极神掌！九转霸拳！不愧是混沌圣地的高徒，小小年纪竟然就练成了3门超级战技，还将太极神掌给推演到了荆棘战境界，踏入了4进领域。如此物象，真是了不起。万道友过奖了，萧云也只是有点悟性而已。比起贵门派的时空之体，还是差距太大。想必这一次的真龙朝之行，
你们太初圣地又要博得头锤了，到时候还请贵门弟子手下留情。圣主请放心，既然同属6大圣地，自然应当同气连枝，携手对外。圣主，万某就先告辞了。萧云，你这次表现不错，为我们混沌圣地挣得了脸面。圣主过奖了。萧云作为混沌圣地弟子，维护圣地颜面，那是萧云的分内之事。长老，弟子无能，给我们太初圣地丢脸了。长老，弟子无能，给我们太初圣地丢脸了，还请长老责罚。此番非战之罪，那个萧云已经踏入了4境领域，拥有50万斤力量，不是你们战士能够抗衡的。此人真的是很强，明明一介凡体，居然能够踏足4境领域，不仅将3门超级战技给修炼了圆满境界，还将其中的1门战技给推演到了9级境界。你们还是太嫩了，不知道悟性也是可以加强的，但是有副作用。比如说用悟神丹，在每个境界用1次悟神丹，那不会造成什么副作用。但如果使用3次以上神丹，就会有很大的副作用。那个萧云才进入混沌圣地短短2、3个月，又怎么可能练成3门超级战技？肯定是他多次使用了神丹。混沌圣地怎么会让他这么做？这不是在毁灭一个妖孽吗？什么妖孽？他就是一个凡体而已，我用慧眼瞧得清清楚楚。他是一点滋补都没有，最多在异性上面有点天赋。因此，混沌圣地才利用悟神丹，将他打造成一个妖孽，为的便是进入真龙巢，替他们混沌圣地寻找一些天才地宝。反正就算有什么副作用，他们也只会失去几个凡体，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损失。等进入真龙巢之后，再将其灭杀，让混沌圣地的计策去功亏一篑。能够踏入4境领域，就已经是凡体的极限了。他就算再怎么使用悟神丹，也不会再变强了。仅仅如此实力，在我们太原圣地的炼体境界之中，也无法进入前3。他们可是见过门内那些强大的妖孽，尤其是排名第1的那位时空之体，简直就是无法战胜的无敌者。萧云肯定不是其对手。接下来该把其他3门超级战技也给推演到金级战技境界了。如此一来，我就会再次增加20万斤力量，达到70万斤力量。徒儿，师尊，修炼可有所得？弟子定不负师尊教诲。
怎么样？这次见到太初圣地的天才，有何感想？太初圣地的天才的确比我们强，只有我能够击败他们。楚京浩和师妹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很正常。我听说这次他们还有一闪电体来了，那虽然只是五品，但也比凡俗体质强太多了。师尊，即便他们再强，也是弟子的手下败将。我听说圣主说了，太初圣地这一带还出现了一位时空之体，这可是至尊体，一定要小心提防此人。师尊，难道你对弟子没有信心吗？要不了多久，弟子就会拥有7神境的力量，就算他是至尊体，我也有把握将其击败。你太小看了至尊体的能力，就像这次的闪电体，你应该尝到了它闪电的好害了吧？不错，那个解玉龙的闪电体的确很厉害，若非他只有35万斤的力量，恐怕我想要击败他也不会这么容易。呵呵，看来你还是不了解至尊体呀。拥有他们的人，天生就能操控一些可怕的能力，哪怕他仅仅能够操控一点点时间与空间的力量，都足以让他在炼体境界横扫一切敌人了。时间与空间的力量，这简直是无解啊！常言道，空间为王，时间为皇，更何况时空之石还是集合了这2种力量，简直就是无敌了。师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抵挡住他的时间力量和空间力量？想要对抗时空之体很难，所以这就给了我们抗衡他的可能。请师尊指教。时间有时间加速和时间减速，他现在只能勉强掌握了时间加速，而且还只能对他自己加速。但是即便如此，再加上他空间方面的天赋，就足以让他拥有最可怕的速度了。你想要与他抗衡，那就要先限制他的速度。限制速度？可是师尊，我已经练成了神风步，比这时空之体还差不少吧？不是差不多，是差太远了。在同境界，时空之体的速度比电电体的速度快了100倍。差距竟然有这么大！要不然怎么叫至尊体呢？这2两叠加之下，自然也就让时空之体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速度，在同境界之中，几乎没人可以与他抗衡。如何限制他？徒儿不要着急，我既然说有办法，那自然有办法。第一种是远程攻击，增强你的远程攻击力。第二是提升你的防御力，只要你的防御力增强了，
就能够暂时挡住他的攻击。第三是阵法，用灵石布置一些阵法，无论是攻击阵法还是防御阵法，都需要提前布置。第四，音波攻击，这是一种利用声音与力量结合，震慑和冲击敌人，速度自然也会被削弱。只要你能够这些手段都拥有了，那你就能对抗那位时空之体了。唉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您老还是直接告诉我要怎么做吧。这些东西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只要你有本事将它们全给学会了，那你就能够对抗时空之体。徒儿，若非知道你悟性惊人，我也不敢推荐你修炼这么多超级战役和阵法。其实这些东西也就在炼体境有用，到了聚气境、神桥境以后就用不着了。师尊放心，以我的悟性，这些东西1年之内完全可以学会，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这门小李飞刀是暗器招数，同时也是远程攻击战技。无论它速度再快，你完全可以先一步射出飞刀。还有这金钟罩，乃是我们混沌圣地一位前辈观摩混沌钟之后创出的大神通，现在给你的只是简化版，威力非常恐怖，你要好好再修炼完整版。最后这个龙威也算是远程攻击，它是音波战技，能够模仿真龙怒吼的声音，从而爆发出恐怖的音波攻击，能够让万兽臣服，让敌人心神震撼。是啊，现在剑高的技术大。果然是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啊！丁，最新任务：冲击乾隆榜。有新任务了。林小雅，以你的天赋，修炼越级战技还是太娘强了，恐怕需要10年才能修炼到圆满境界，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师兄他1天就学会，我居然要耗费10年时间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这就是天才和凡人的区别。等在真龙之眼中跟少主会一些天才地宝，提升1-20万斤力量后，就马上晋升聚气境吧，不要在炼体境耽误时间了。师尊，弟子明白，我才不会在修炼上耽误太多的时间，否则以后连师兄的尾巴都追不上了。小雅，我什么时候有尾巴了？萧师兄，师兄，你也修炼了神风步，
快来指点我修炼神风步吧。等我问福伯一些事情后，再来指点你修炼神风步。少主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问题？福伯，是这样的，我想问一下关于乾隆榜的事情。这是外门弟子中的一个榜单，只有最强的100名外门弟子才能进入这个榜单。但凡能够明名乾隆榜的外门弟子，都会受到我们混沌圣地的重点栽培，拥有比其他外门弟子更多的修炼资源。我需要实战来提升自己的战斗经验。少主说的不错，的确要多些实战历练，不然一身战力都无法全部发挥出来。那我也可以去挑战这个榜单吗？当然可以，外门弟子就是为了锻炼和积累心境的修为。不过你拥有的修炼资源就比他们多，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再去闯乾隆榜。哇！师尊，我也要去挑战乾隆榜。